大家好，我们继续来讲解 Quick Add 有关于脚本撰写跟句集使用上面的一些说明。首先，我们会先介绍 Capture 的3个范例。透过这3个范例呢，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Quick Add 的 API 到底要怎么来撰写。然后接着呢，会使用每日笔记来当做一个模板的一个范例，看一下我们到底使用的 Quick Add 的 API 可以让我们的新增笔记的时候的模板可以变成怎样的一个样貌。最后呢，我们再来讲解这个剧集到底要怎么来使用，还要怎么来让我们的脚本可以让我们的剧集来对它做操作。接着呢，我们就来先看一下3个 Capture 的范例。我们要介绍的 Capture 范例前2个呢都是上一次其实都有展示过的，由选取文字产生 Admonition 的一个语法。我们先看一下就是我选取了一段文字以后，按下执行 Quick Add 的按键以后，然后点击这个设定好的 Capture，那它会让我们来选择一个我要使用的一个图示然后选取以后呢，它就会帮我们把我们的刚刚选取的文字呢加上了admonition 刮起来的一段控制然后我们看一下呢，在预览画面呢，它就会形成这样子的模式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讲的这个第一个范例呢，它是直接使用 template 的 API 写的因此我们是使用小于百分号星号，然后最后以百分号大于结尾那这个里面的语法呢是使用 template 的 API。那不熟悉程式语言的朋友只要知道这个格式就可以因为你有可能会需要利用这一段小程式自己再去做一些小调整那你就可以拿来在你的笔记里面使用。那我简单的来讲解一下首先我们要选取的文字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边选取的这一段文字的内容呢，我们可以用 Window 点 Get Selection 给取出来。取出来以后，我们就放到一个变数里面，然后后面是出现这个选单的部分那 TP 呢，就是 Template API 里面的Template 的一个物件那它的用点 System 点 Suggestor 呢，来让我们选取我们要使用的是哪一个图示那这个所谓的 Suggestor 是 Obsidian 里面一个很常用的一个操作界面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点下 Ctrl P 这一个画面选项的这一个画面呢，就是所谓的Suggestor 那 Suggestor 呢，基本上我们可以传入2个参数。第一个参数呢，就是显示在荧幕上面的选单那它是用中括号刮起来的阵列那像我们这边就有13个选项那这个是显示在荧幕上的。那当我们点击了其中一个选项以后，它会回传回来的选项的 value 就是后面第2个参数这个阵列所以基本上这个 suggestor 就只要传入这2个参数就可以了是2个阵列那传出了这个后面这个 value 呢，我们会把它给指派给 choice 这一个变数，然后后面我们又多增加了一个阵列那这个阵列呢，就是可以透过我们到底选取的是第几个选项，然后它就对应出来，会选出它的英文的这个要使用的程式码的程式语言的名称，那后面是我们的 title 就是我们后面这边呢就可以用这样子的语法，就把阵列里面这个内容给取出来。这个 admonition 呢，取的就是第一个元素那因为阵列都是从0开始算所以这个0其实就是这个第一个，它就会取得这个 ad 减号 note。那后面这个中括号1呢，取到的就是重点这个中文字，然后我们就分别把它储存在这2个变数里面。那这边有一个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脚本里面换行符号常常会被解析错误所以我们就要使用这样子的写法，把这个换行符号用 ASCII code 的方法把它转换成字串，然后存给一个变数。那我们真正要使用的时候呢，就用这一个变数来使用因此，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字串里面我进入编辑状态，我们在我的这个字串里面我如果用换行符号JavaScript 是用反斜 n 嘛，那这样子在解析的时候常常会出错误因此我们就用这个 string 点 from
charcode 的方法来取得换行符号，那它其实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反斜 n 那用这样的方法呢，我们就可以组出我们这边要用的这一个产生最后出来的这个结果了我们再做一次这一个好，我们选择 success 就是它就会组成这个字串，然后最后面再加上这个3个倒引号结尾那这个中间这一串呢，就是我们这个内容。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写好了一个我们可以使用的这个 capture 那我们在设定上面就是要进到外挂选项，找到 quick add， 然后找到你要去新增一个 choice 那我们就是这一项嘛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内容。我们就把刚刚的程式码呢贴到这个里面，那它就可以执行了那这个是第一个范例。第二个范例执行的结果跟刚刚会是一模一样，但是它是使用 Quick API 的语法来写的那在这边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的 Quick API 事实上是要写成是3个倒引号，然后 JS 空一格，后面要加上 Quick Add 那因为为了它这个编辑器显示的关系，我先把这个3个倒引号给删掉。但是实际上我们贴到那个 Capture Format 那个栏位里面的时候呢，是需要3个倒引号的那这个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好，那这边有什么不一样是Quick Add 0.4.6 新版它多增加了一个 Quick Add API 点 Utility， 它多了一个 Get Selected Text。那它其实就等于我们刚刚使用的这个 window 点 get selection 所以这2个写法都可以。那另外要注意的就是你在你的Quick Add 的 inline 的 JavaScript 里面你如果要去取得 Quick Add API 呢，你要记得要加上 this 点，要不然它会没有办法去存取到这个 Quick Add API 这个物件所以请大家记得，你用3个倒引号 JS Quick Add 这种 inline JavaScript 语法的时候呢，这个 this 点记得要加。那我们这边取到了以后，后面的写法是都一样，那只是在这个地方要把它换成是用 this 点 quick add API 的 suggester 那我们刚刚的这个 template 里面呢，它是用 TP 点 system 点 suggester 那就是使用的物件是不一样的那这边是使用 quick add API 的物件，那后面这边的流程是一样。那有一个差别的地方就是这3个倒引号因为我们的 template 它的脚本的开头的这个符号是用小于百分号星号但是我们的 Quick Add API 呢，它是用3个倒引号，但是我们要输出的内容呢，又有一个3个倒引号，那这样子会造成它解析上的错误，因此我们就跟刚刚的换行符号一样要用这个 string 点 from charcode 这样子的方法用这个 ASCII code 96，这个就是倒引号那个符号，然后组成3个倒引号，把它存给这个变数，然后到时候我们要组这个字串的时候，这个 backquotes 呢，就是有这3个倒引号，再加上我刚刚加的这个内容，最后再加3个倒引号，那出现的呢，就会是我们荧幕上面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是使用Quick Add API 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这3个倒引号，如果你在你的内容里面要回传的话，那要记得要加上用变数的方法来做，它才不会出错误。那另外还有一个刚刚没有提到的是，我们的 Template API 要输出的时候有2种做法啦，一种你就是用 tr 这个变数然后附加到把你的要输出的内容呢附加到 tr 这个变数里面来，或者是像我用这样子的方法直接去取 choice 这个运算式它的值，这样子也可以我是比较喜欢用后面这种写法啦，因为感觉比较清楚一点。那我们的 Quick Add API 它的 JavaScript 呢，最后你只要做 return 把它传回去，就是会直接显示在荧幕上的那这个就是第2个 Capture 的范例。那我们第3个范例这个 Capture 呢的第1个范例就含了2部分2个不同的 API。那我们 Capture 的第2个范例是要插入一个动态的图片因为我们先前的那个每日笔记也有去根据我们的笔记的档名自动去取
随机图片，但是取出来的效果都不太好。那因此呢，我们就可以写一个类似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语法来取得动态的图片。那它首先就是用 tp 点 system 点 prompt。那这个点 prompt 就是让我们输入。那我们只要输入了这个需要的关键字以后，再去叫 tp 点 web 点 random 底线 picture 去叫，透过这个函数呢去取得一个动态的图片回来那我们来试看看比如说我们在这下面 Ctrl Q， 然后是这一个get a random picture。好，那在这边呢，我要去取得 notebook， 然后再取得pencil 好了好，这个就是我们要取回来的随机的图片那会根据这两个关键字传给网站，让它自动帮我们找近似的图片。好，那它就已经回传回来了那我们切到预览画面看一下。好，那它这个就是它抓到的一个图片的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图片不是你想要的Ctrl+E， 我们可以把它删掉，然后你就是重新再输入一遍比如说我们 Ctrl+Q get a random picture， 然后我们要写这个 write， 然后 pencil。好，取回来了我们可以看一下那这个就是它取到的图形那这个是第二个范例那其实也是相当简单。那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范例第三个范例呢是要把编码后的网址转换成是一个正常的网址这个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启了一个网页，那这个网页我们复制了这个网址的时候，如果它上面有这些中文字，我们贴到剪贴簿再贴回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进入编辑状态 Ctrl V，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中文字其实都已经全部都变成是编码过的百分号，然后后面会是一个16进位的一个数值两码的数值。那我们就可以写一个类似这样子的一个Quick Add 的 API， 再把它给转换回是实际的中文字那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怎么写首先我们就是去取得我们的 selection 因此等一下我们要先选取要转换的文字，然后呢取到的这一段内容呢，把它用 toString 呢转成字串，再要这个 decode URI component 呢把它给解码解回来，然后接着这一边呢有用了另外一个 create API 的，它是叫做 set clipboard 它就是把这个字串呢帮我们送到我们的剪贴簿里面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先把剪贴簿的内容全部都清除。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一段文字给标示起来 ，Ctrl Q 选择我们这一个在这里面在这边有一个 decode URL， 点击它，它就会转换回是黑曜岩，这个中文字就让我们转换回来了那其实就是这边这个做法。那这边为什么会把值又吐回来因为我们这边有 return 这个文字所以它就会把它给又输出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剪贴簿剪贴簿它已经贴进去了所以这个 set clipboard 呢就是可以写内容到剪贴簿里面来。那这个就是 capture 的第三个范例。那这个当然了我们都是要在设定里面比如说我们这个 decode 跟刚刚一样，透过这个 configure 就可以把这个刚刚的这个程式码给贴进来，它就可以执行了。那这是有关于 capture 的3个范例。接着这一个呢是有关于模板的范例我们用我们新增了一个每日笔记来当做范例那这一个范例我们使用了 template 跟tasks 这两个外挂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可以用 tp 点 date 点 now 取得系统日期，然后后面这个 aliases 就是取得我们目前的档名然后这个目的就是我的心情我们可以用 value 冒号，然后后面用逗点隔开就可以出现选单，让我们来选择这个喜怒哀乐，表示你今天的心情然后后面再有一个我们制定的一个使用者样板会去取得你指定好的日期，
它的今天的天气哦。那这个做法哦，就是我们以前在讲 temperature 的时候呢，已经都有讲过了哦。在 temperature 的设定里面呢，我们可以在这个下面哦自己来新增我们自己的使用者的样板。那天气底线台北市哦，就是使用这样子的语法，就可以去取得台北市的天气。好，那在使用的时候呢，就是要用 TP 点 user 才可以取用到你刚刚的设定。然后接着后面这边就是一样哈。那这边本来你可以去插入一个动态的一个图片哈，那可以看看今天的抓到的图片是什么哈。这个可以有一些对每一天呢有一些新的变化。那后面这一些什么未完成任务啦、未完成无限期任务、明天到期任务、昨天完成的任务，这些呢都是使用tasks 这一个外挂来达成的哈。那这个我们将来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做介绍。那后面接着哈，就是在这边呢，我们这边就是讲到所谓的条件式的一个输出哈。我把字体放大一点哈。好，首先哦，我们用小于百分号星号表示我这个是一个 temperature 的一段命令哈。我们先定义了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呢叫做 get week， 也就是从系统日期呢去取出今天到底是星期几。好，那我们这个星期几呢是用这个 week 这个变数来做储存的哈。那我们就来判断，如果说今天是星期一或者是星期四，我就要输出这个会议的这一个二级标题。那如果不是的话呢，就不会输出。好，因此我们有一些条件需要做不同的一个控制的时候呢，就可以用这样子的语法来做处理。那后面这边哈有一个TP 点 file 点 cursor 哦，就是说让这个档案产生完毕以后，我们的第一个游标的位置呢就会跳到这个地方来。好，那所以我们可以用 temperature 这个 file 点 cursor 呢来移动游标的位置。然后后面这一些哦，就是你一些检核的一些清单了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模板哦。那这个模板哦，我们要怎么使用哦？就是我们可以定义在 Quick Add 的选项里面哈。好，我们找到外挂选项，然后呢，在我们的 Templates 里面呢，你就可以把这个所谓这边讲的日记哦，其实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每日笔记哦。我们在这边就指定好我们的这个档名，那透过这个档名呢，它就可以去做刚刚这样的格式的一个输出哈。那同时我们也把它定义成把这个闪电符号给选取起来了哈。因此在快捷键的设定里面呢，就可以找到它。好，我们在快捷键里面呢，我就可以找到我们刚刚是用 template。好，就是这个日记，因此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新增个快捷键给它。像我这边呢，就设定了 Ctrl Alt D。好，那因此，我今天的我都产生在 Daily 这边哦。我把今天的这个呢，我从这个原来已经产生的呢，我把它改一个名称。好，然后呢，我们再回到我们这里面呢，直接按下 Ctrl Alt D，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设定好的变数。好，比如说你的心情。好，那这个档就产生出来了。好，那这个就是使用Quick Add 的模板哦，就可以很快就做成这样的事情。好，那这个弹出来的是那个Tasks 这一个跟大家一起合用的另外一个呃外挂哈，叫做 Reminder 哈。它会弹出这个提醒哈。好，那这个就是第四个范例哈，是使用模板。那最后面哦，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剧集。剧集的操作哦，由3个步骤来组成哦。首先，我们要先去写一个脚本档哈。那这个脚本档呢，都是它的副档名就是点 .js 哈，就是使用 JavaScript 来写的哈。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去定义一个剧集。那第三个动作呢，才是来使用这一个剧集。把它变成是一个 choice 啊。因此我们的具体操作呢，由这3个步骤来组成。那第一个动作就是我们要去写一个脚本。那这个脚本档你可以放在你的储存库的任何一个资料夹里面。那比如说我是放在
我另外又新建了一个050-scripts我把我所有的 JS 档呢全部都放在这一个专用的资料夹里面那如果你的这个档案浏览器看不到这个点 .js 的话你要去设定的里面去把这个功能给打开它有一个显示除了点 .md 档案以外你也要显示别的副档名的档案的话你要把那一个选项给开启，你才可以从这个档案浏览器里面看到点 .md 以外的档案好，那这个我们首先就是要来写这个 JS 档那我们就是在我的这个资料夹里面就是比如说我的050 scripts 里面你就可以去新增一个档案那比如说我现在档案是放在我这个里面我就写了这样一段呃一段的脚本那首先就是我们定义的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叫做 notice， 那它会传进一个 PIMS 这个参数进来，那这个参数其实它里面就会含了 quick add 的物件那因此我们要取得quick add 的 API 的话，我们就可以用 PIMS 点 quick add API 点后面就是它 quick add 的 API。那这个 quick add 的 API 到底有哪一些 API 可以用那个 GitHub 上面都有这个详细的说明那这个 input prompt 呢，就是让我们输入文字。那输入好的文字输入完毕以后呢，就存到这个 text 这一个变数里面来，然后我们再 new 一个 notice 这个提醒的这个物件然后把它显示5秒出来。那这个 notice 呢，就是 Obsidian 会显示在右边的那个提醒的那个小视窗那这个就是这样子，我们就定义好一个函数。那最后我们要把这个函数呢，让它给输出，让我们的 Obsidian 呢可以找到这个函数因此我们最后面要写一个 module 点 exports 等于 notice。那直到这样写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来操作它了我们来试一下好，我们按进入 QuickAdd 的视窗我在这边有写了一个notice 那我们用聚集的方法来执行这个我们没设定的等一下再跟大家讲要怎么让它出现在这个选单里面。好，那我们就输入任何的文字比如说我写一个 hello， 那你可以看到右边就会出现 hello 然后它会显示5秒，5秒以后它就自动消失了那这个是聚集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边其实有设了这个 notice 有一个 macro， 有一个 capture， 那有什么不同呢？ macro 只会执行，执行完了以后呢，不会有任何输出。但是 capture 呢，除了执行以外呢，我们会多写一个 return， 那它会有一个输出因此我们可以来试看看我在这边按下 Ctrl Q， 然后来选择这个 capture notice， 然后一样我们一样写 hello。那你会看到它除了在右边会显示以外，我们这边呢也会做输出那因为我们的这个程式里面这边最后面有做一个 return 因此它就会把这个你这个输入的内容呢给输出到你的笔记里面来那这个是要使用 capture 的做法。那 capture 的做法要怎么来设我们先讲一下聚集怎么第二个动作我们要来做聚集的定义那它的也是很简单就是首先我们一样要进到外挂选项里面找到 Quick Add， 然后呢，因为我们现在是要先定义好我们的聚集因此我们要先到这个 Manage Macros 里面，要把我们的聚集给新增进来比如说我们在这边我们先建一个聚集，假设我叫做 Test 好了Macro 底线 Test， 然后就 Add Macro。好 ，add 以后呢，它就会出现在上面这个清单里面然后接着你再点击这个 configure 来做设定。那在这个地方呢，它就有一个所谓的 user scripts， 我们就可以来指定我要使用哪一个 scripts 假设我们现在就是刚刚的这个脚本my 底线 script 点 js 那我们选择它以后呢，再点击 add。它就会出现在上面。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再选择第二个 scripts， 或者是别的Obsidian 的命令，或者是编辑器的一些命令，或者是另外的 choice， 都可以再继续做操作。因此，它就会到时候你一加上去以后呢，它就会照这个1、2、3、4的顺序呢，一起按照顺序来执行。好，那假设我们就先做这样子就设定一个动作而已那就结束。然后再结束。那这个呢是我们的第二个动作我们的
制作定义这个剧集就定义好了哦，但是它不会出现在选单上面。要出现在选单上面呢，我们必须要加这个 choice 哦。因此，假设我们这个叫做 macro macro 冒号，然后 test。好，那因为我们是要让它执行一个 macro 哈，所以就选择这个剧集，然后 add choice。好，然后它就会出现在上面最后一项，我们再来做设定。在这个地方呢，去指定你要使用的 macro。好，那这个是我们刚刚在这个 manage macros 里面定义的剧集。那选择好了以后呢，你就多了一个这个 test 这个剧集可以使用了哦。那我们可以来试一下哈、Control Q，你看它就多出这个 macro 冒号 test。那它其实这个呢是跟我们刚刚是一样的啊，因为我们的使用的内容是一样，它是聚集形式的哦。那这个就是聚集。那但是我们的这个 capture 里面，如果要用聚集怎么用哦？可以这样子哦，我们来设定，然后一样呢，我们要用个 capture 哦，选择一个 capture。好，那我们这个呢是一个 capture，然后是 test，然后 add，然后呢再来做设定，在我们呢要把它写到目前的这个笔记里面，然后要使用这个 capture format 哈，我们就用两个大括号，再输入 macro。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有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macro 了，你就点击它，好，关闭。那这样子呢，你就多出了这一个 capture 可以使用了。我们可以来试看看哈。呃，好，把它叫出来，多出这个 capture 了哈。然后一样是 test 123，按 enter。啊，会显示提示，而且这个字串呢也会写到你的笔记里面来。好，那另外假设说，你的这个脚本里面哦有很多个函数的话哦，呃，是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做输出啦。但是我试了一下哦，有点小状况哦。那这个是可能大家知道就好，也许下一个版本会修正好吧。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哦，我们指定了 macro，然后呢，你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你要用哪一个 macro，然后再两个冒号，后面就是你要用哪一个函数哦。所以我们就是我们的刚刚这个里面的第二个函数。它是有这样的语法，但是似乎目前看起来会跟别的外挂有点冲突哦，所以因此这种用法就先不要用。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呃介绍了脚本的范例，那主要呢又再多介绍了剧集的使用。那有了这几样功能哦，我们其实就对 Quick Add 呢就可以做比较完整而且比较完善的一个控制了。好，那今天这个 Quick Add 的说明呢，希望对大家能够在撰写笔记上面，能够更快速的来产生需要的不同类型的笔记。今天就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